其实中国下一代航母与美国福特级的航母整体的技术水平是一代的呀。对，同代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防空面对面，我是刘小飞。最近网上传出一些照片啊，是在某基地，大家惊喜的发现，在一个基地的训练跑道上出现了歼15跟沈飞那个4代机同框的照片。但是训练基地上出现这两种机型同框，另外呢，照片显示边上还有一个模拟的一个起飞的滑跃跑道。那么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很多这个朋友就开始感慨了，是不是我们新一代隐身舰载机这个计划逐渐就要浮出水面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海军专家王云飞王老师，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沈飞4代机是不是真的逐渐要有了海军的户口本。我首先要说明一下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的依据呢，都是一些媒体透露的信息，并不是第一手的资料。就刚才您说的，在飞机跑道上同框这个事情，应该说呢，这个图片呢，很多朋友都看到了。首先先说一下舰载机歼15的这个情况吧。这个舰载机呢，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当然辽宁号、山东号上面都有歼15，可是这个舰载型的歼15呢，它是弹射型的。这和过去的歼15就不一样了。这预示着呢，这个歼15可能未来呢会首先使用到我们下一代航母上，就是先把3胎先用上吧。3胎先用上这个。当然了，我们第3艘航母大家现在都知道，肯定不是滑跃起飞的。是的。尽管呢，这个试验基地起飞的这个画面旁边有一个滑跃起飞的跑道，但是呢，由于胡鹰飞机出现在这个画面上面了，所以呢，一定呢是准备为了第3艘航母弹射使用直通甲板起飞的这种飞机。对，这一次呢出现在了某一个试验训练基地，这就意味着呢，这种验证型的试验呢，可能已经到了某一个重大的工程节点了。对。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到，我们现在考虑到这个胡鹰有可能是给3胎用，但是会不会可能是一旦这个性能成熟之后，返回来它可以在滑跃起飞方式放在老大跟老二身上的？有可能。因为我们未来一旦辽宁号和山东号与美国尼米兹这一节航母出现对峙的情况，就目前我们歼15舰载机如果遇到人家的 F-35C 呢，我们是落于下风。对，甚至说不要说考虑这个尼米兹了，就是面日本出云带 F-35B， 如果单靠这个我们的歼15的话，从数量和隐身性能，甚至辽宁号都不见得比出云号占多便宜啊。是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可能呢，就把胡鹰型的，外界也有说的是歼35，我们不妨就称它歼35吧。对，就是如果混搭在辽宁号和山东号上面，我们的战斗力水平呢就大大提高。那可是换代的提升对。那么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呢，是我们如果歼35研制成功了，应该说从整体性能上来讲，会超过 F-35C 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从作战半径来看 ，F-35C 现在的作战半径大概是1000到1300公里之间。第二个呢，从隐身性能来看，我们歼35的隐身水平应该是高于 F-35。对，我看到过一些专家的评论是，比如说 F-35。它在设计的时候，它的机腹我们看到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平坦的设计，对，实际上就有可能增加不少雷达反射的那种，比如说是来回反射、返回的。对。但是呢，咱们这个35它这个机腹非常平坦，就是它发生反射的更类似镜像反射，而不是像这种慢反射上返回走的这种感觉。再返回来说，那么这款现在正在验证当中的歼35飞机可能会在什么时候服役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呢，基本上和我们第3艘航母呢会同步。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死，因为毕竟还在验证试验。或者说比这个3胎要稍微晚一点，可能性也更大一些。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滞后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有可能呢，第3艘航母今天就下水了。下水之后，一般呢要经过1到2年的试验试航的，然后逐渐形成战斗力，培养人员嘛。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歼35如果正常的话，大概在2、3年时间也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航母上面。一旦出现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中国下一代航母与美国福特级的航母
整体的技术水平是一代的呀。对，同代了。说比人家差50年，也可以这样说啊。弹射基本上也都是电弹射。对，战斗机来讲呢，双方都是35的话，对，也不比人差多少了。说出去有些性能还稍微高，稍微好一些。对，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呢，就是短短几年，我们从没有航母到有航母，从滑跃起飞到弹射起飞，从上一代飞机到最新一代的5代战斗机，就是这么几年，中国海军是完成了几步连续的跳跃。这样的跳跃，也难怪美国海军一些人讲话，对中国的海军发展速度，他们不得不尊重。好，关于未来中国海军舰载机是不是很快会出现一种新型的隐身战斗机，今天呢，我们就展望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